看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通天文，富贵自天来。天数有道，万物有变之无穷。天地运行有其规则，但其万物有其规律。手相之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，至今之规则也是皮表。在手相中有一种掌纹被称为通天纹，据说有此掌纹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。那么通天纹真的能够通灵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但是你可以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，80%以上都有这种通天的纹路。那么通天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什么是通天纹？通天纹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通天本领的纹路，因此通天纹也叫做神秘线、灵感线等等，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。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，月丘为后天乾卦位。八卦类象中乾为天，故此掌纹被称为通天纹。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。手有通天纹10个9个能，是真的吗？民间相理学认为，一个人的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会很强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，从而使得自己事业发展，让自己吃穿不愁，本事非常大，会成为能人，有所成就。有通天纹的人命运如何？第六感很强。如果一个人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一般都会很强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人能够感知得到很多东西，不管是鬼神还是人的内心，这种人都是会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感知的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手有通天纹的人才会显得比较的与众不同。能抓住机会。现实中手有通天纹的人通常都是能够抓住很多机会的，之所以可以如此，主要就是因为其感知能力很强，所以一旦遇到了很好的机会，其自然也是会比周围的人更加容易感觉得出来了，这样一来也就能自然的抓住好机会，辉煌腾达。事业运很好。通天纹的手相还可以助旺一个人的事业运势，让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的顺利。他们祖辈的运势很好，因此他们可以在祖辈的帮助下，在贵人的辅佐下成就一番事业。甚至有通天纹手相的人还可以白手起家，事业成就很高等等。所以男人有通天纹的手相必定是个事业有成、社会地位很高的人。财运不错。另外，根据手相学中的说法，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之中有通天纹的手纹，那么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命中财富不得了啊。通常来说，有通天纹手相的人，他们天生的财运就十分的旺盛，总是可以吸引到财富，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，在求财方面的运势也是顺风顺水。所以通常来说，通天纹手相的人是个富贵之人，命中的财富很多哦，一辈子都不缺钱花呢。但是通天纹必须要笔直，而且周围的散纹比较少，财运才会好。如果旁边有很多的杂纹，会相互影响，甚至出现破财的格局。吃穿不愁。因为每一次有机会路过的时候，手有通天纹的人都会感知得到，并且可以抓住机会，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所以最终一个手有通天纹的人基本上都是吃喝不愁的，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，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很顺利。有通天纹的女人旺夫。最后，通天纹的手相对于女人来说也是非常吉利的哦。一般来说，有通天纹手相的人可以帮助旺夫运，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好运，给夫家带来福气等等。所以通天纹是非常难得、非常富贵的手相特征之一哦。通天纹在不同手上的命运如何？左手有通天纹。如果你的左手手相中出现通天纹，这种手纹说明你的家境好，家庭背景好，家里有钱，
简而言之，这种首相特点的人一般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祖上是成功的人，家庭基础深厚，社会地位较高。同样如此，具有首相特点的人，他们在事业上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帮助，不仅可以得到父母的护驾，还可以得到祖辈人脉的支持。他们对贵人的运势很有信心，因此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，大体事业上一定会成功，事业成就也会很高。相反，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，一生也从未为金钱烦恼过，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缺钱花哟。看得出来，这类首相特征的人根本就不富裕。简而言之，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，而且自身能力也不差，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成就。2. 右手有通天文。众所周知，在手相学中，左手代表我们的先天运势，而右手则代表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。因此，从右手相位来说，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推测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的。如果你的右手手相出现通天文，那么这种手相代表的也不一定是你早年的富裕，也许你也没有出现在富裕家庭，你的家境也不富裕哦。而右手有此纹路的人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，通过自己的毅力与奋斗发家致富，白手起家。由于具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嗅觉非常灵敏，头脑灵活，反应能力很强，在商场交际方面都很在行，所以右手有通天文手相的人，能在往后的人生中拼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事业成功了，还能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缺钱花。基本上有手相特征的人都会很有钱。3. 双手有通天文。双手有通天文的人是两只手都具有通天文的手相，具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前世是大善人，今世有神灵庇佑，因此这辈子会有福报，不管从事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相助，从而大有作为。相术有云，双手通天文者绝少见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大事必成。因此这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不仅工作上大有作为，而且这辈子财运不断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，财富也会越来越多。另外，相术有云，通天文横贯手掌者绝少见到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必成大事。5. 通天文与事业线的区别。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文混淆在一起，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。事业线的起始点通常在手掌的根部，又称为玉柱纹，而通天文的起点是在月丘。不过，也可以将通天文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，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，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，第六感更强一些。而且拥有通天文的人通常对玄学或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，天生与神佛有缘，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，其实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吧。中指就是食指和无名指之间的手指，看人们手中中指的长短和粗细方面都能知道很多信息的，更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好不好的。就像是中指短的人一样，他们是喜欢自由的生活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管制，即使给自己设定了目标，也不能认真做好的，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事业不能成功的，晚年的生活也会很孤独的。下面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中指手相与命运的关系吧。1. 中指长短看命运。1. 中指短的人，生活中也会看到一些人是中指短的，这样的手相不是很好的，代表着他们生活中容易失去理性的，容易冲动做事情的，难以认真的考虑清楚，这样真的不是很好的，容易导致自己的命运不好的，事业方面不能有很好的发展的。其实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喜欢自由的生活，不会想到他人的感受，自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，也不能认真做好的，难以让自己成功的，一辈子都不能有很好的发展，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的。2.
中指掌的人。如果是中指掌的人，他们的性格也不是很好的，在平时的生活中容易给人一种神经质的感觉，更是缺乏活力的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的，难以让自己解决困难的，很多方面都不能顺利的，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真的是很难的。他们总是想着依靠他人的，经常依赖他人是难以让你有好的发展。我行我素的性格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，容易让自己陷入到困境当中的，这样的人人生是不能顺利的。3. 中指特别长的人。其实中指特别长的人是不能与他人有很好的相处，容易逃避现实的，不能很好的与他人相处，这样会导致自己的朋友不是很好的。他们绝对不能有乐观的心态，整天的都会沉迷在玩乐当中的，该做的事情不会做的，对自己的工作是不重视的，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，不能想到他人的感受，任何时候都只会考虑到利益方面的，爱幻想的人难以有好的生活。4. 中指过短的人。一旦出现了中指过短的情况，说明了这个人做事态度不是很好的，难以有耐心去做好事情的，更是容易冲动的。建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说话方面也要多注意的，不要轻易去招惹他人的。2. 中指形状看命运。1. 指根较粗，指头较细。长有这种中指形状的人，这种人一般心态稳健，处事大方，做事很有责任心，但是不喜欢与人争斗，也没有太强的野心，但是只要决定要做的事情，就会尽力的去做到完美。相对于声名和利益而言，更加注重自身内在气场的提升，在工作中人缘非常的好，能够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和敬重，也能得到领导的认可，工作能力比较强，事业运也非常的不错。对于异性来说非常的有魅力，也很有灵气，比较受欢迎。2. 中指上下粗细均匀，指头略微向后弯曲。常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，大多内心比较的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非常的热心，乐于帮助人，内心非常的柔软细腻，处事也非常的细心和认真，特别的体贴，会照顾人，而且懂得尊重别人，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为人也非常的重感情，性格和善，特别的好相处，能够处理好身边的人际关系，生活方面比较的顺利。但是眼界比较狭窄，有着小富即安的思维，生活圈子比较的狭窄，与外界的交际和沟通能力较弱一些，很难取得一些特别大的成就。3. 中指修长尖细。中指长成这样的人，大多父母运较好，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心和帮助比较的多。不过这种人大多心高气傲，性情也比较的高冷，让人有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，总是对什么事情好像都漠不关心，也不在乎名和利，性格稍显孤僻，显得非常的不合群。不过他们实际上非常的有想法，只要他们想做的事情，只要努力，往往都会做得特别出彩。4. 中指第一节的骨节略微向内弯曲。长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，大多心思非常的细腻，有着很强的观察力，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，能够清晰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，内心非常的敏感。不过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多愁善感，负面情绪非常的重，心里总是装着很多事，容易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，也容易背负太多的责任，懂得关心人，但是缺乏一些包容心，对家庭有着很强的责任感，即使发生争吵或变故，也会默默地承受和忍受。这种人一生过得如何，
全看婚姻是否幸福，应该尽量多多打开自己的心扉，让生活变得快乐一点，这样对事业和婚姻会更加有利。3. 中指甲形看命运。1. 圆形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中指呈现圆形的形状，看起来非常的圆润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他们的脾气性格方面会比较温和，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，脑袋非常的灵活，知道怎么去创造更多的财富，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会遇到大的困难与挫折，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有身边的人帮助提携自己，在事业上会走得比较顺利，方向感会比较强。2. 三角形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中指呈现三角形，则往往这样的人性格方面会比较极端，做事喜欢自私自利，凡事只会以自我为中心，完全不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，甚至还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，心机非常的重。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不会有啥是非观念，一旦自己不如意，就是对他们不好，之前对他们再好都是白搭。3. 方形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中指为方形，看起来明显的比较方正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此人的为人踏实低调，喜欢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深钻进去，总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努力，一旦给到他们机会，必定会一鸣惊人，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会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，经济上不会缺乏吃穿，具有稳定的生活状态，只会越老越有钱。4. 梯形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中指为梯形，属于上宽下窄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此人的野心过大，事业心方面比较强，过于争强好胜，凡事就爱争夺第一名，所以他们的人生运势起伏会比较大，但是只要是他们肯努力肯上进，必定会拥有非常不错的收入来源，自己的积蓄财富积累的也会比较多，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首相，日后必定会非富即贵。4. 中指纹路看命运。1. 艺文。艺文顾名思义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和天分，这种纹路的重要特征便是与沉纹开口朝向基本一致，但是开口的幅度较大。如果一个人的中指常有艺纹的话，代表着这种人的艺术天分非常高，很有创作才华，思考力和创造力都比较强，有着很强的审美能力，注重精神层次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格调，在某一方面会有一些特殊的才能和成就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常人不太一样，在感情方面容易幻想，不切实际。2. 君纹。君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斗纹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富贵和权势。在五指中，中指最能代表着个人的命运状况，也为五指的正中央位置，为君位。如果中指常有君纹的话，君位配君纹，代表着大富大贵之意，这种人的主动性和行动力比较强，而且很有主见，身边贵人较多，有着很强的领导力，容易得到身边的帮助，而且自身能力也比较强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3. 铭文。铭文的形态比较特殊，看上去与螺纹和簸箕纹差别都比较大，整个纹路的形状呈弧形，且幅度较大，没有闭合。铭文顾名思义，代表着不宜在官场发展，不过很有商业天赋，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，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处事圆滑灵活，虽然不宜谋取功名，但是挣钱能力比较强，虽不能大贵，但是容易大富。4. 奴纹。奴纹的外形呈喇叭状，顶部弧度较窄，然后向外扩张，
如果中指常有奴纹的话，代表着容易受雇于人，被他人驱使。这种人一般出身不好，从小就容易吃很多的苦头，也得不到家人的帮助，凡事都得靠自己努力，一生辛苦而劳碌。不过如果其他4指长有军纹的话，就会好很多。虽然前半生比较辛苦，但是属于先苦后甜的类型，晚年能得富贵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